好，那今天这部影片的重点是70后哦，那70者哦，那他该做哪些事情？班长在演说的过程的时候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70后的话，第一个你必须要乖乖听话，照做哦，按照我们的真员工的所谓的一个游戏的规则哦，去进行70后应该做的动作。我把它整理好，应该我乖乖听话，我把它化为一个专有名词，就佛教的专有名词，叫依教奉行啊。依教什么教呢？依照我们真言公的教导啊，奉是按照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哈，按你不断的去修行去进行。那这样的一个进行哦，那是尊奉观音老大的一个教导。那重点是叫做每日你必须要静心清理至少半个小时以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佛教有一个名词叫戒定慧。那戒呢是什么意思？刚刚班长特别提到一个叫做你只要好好每天有这样的深度的静心跟清理的话，30分钟，他确定在3个月后，你就有在你身上会看到很不可思议的改变。这个不思议的改变是什么？你个人，当你真的有下定决心而愿意这样好好去依教奉行去做的话，很多不可思议的改变会在你身上如实的发生。那这个佛教名字叫做戒。那我把它形容，什么叫戒？就是你要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去做的话，就叫做戒这不是所谓的外面所谓的有条文说你要吃什么，没有，在真言公修行是很自在，而且是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在修行。所以你只要按照我们这样所谓的静心跟清理那么重要一个一环去做的话，你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改变的什么？第一个在你身上会发生，你的心会安定下来。原来那一颗漂浮的心，原来那一颗很不安定的心，在这样每天的清理跟静心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开始感受到那个心被安定下来了，你那个漂浮的心被安住下来了。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但是你必须要按照，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很多事情就你要想要后面所有的你要求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我认为那个就当你不断的你智慧开启的时候，就呼应到班长曾经讲过一句问神不求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智慧开启的时候就是戒定慧嘛你心定下来以后，紧接着智慧都开启了，你那时候就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你就很清楚，你就不需要问神。如果我们之前在很多的时候会想要去求神问佛的原因，是因为我搞不清楚，我对自己的方向都没有一个准则，我对我未来何去何从我不知道。可是当你心定下来，你的智慧开启的时候，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用问神了，你就知道该做什么，做何决定。而那个决定的话，其实通常都会是一个很正确，而且是合乎你的需求，而不是别人跟你说要怎么做，你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的一个心得就是叫做问神，终于明白神要问神不求人，你自己就是神，你就可以做决定，你就是本来就是那一颗自心本性的神啊，你何须要去问人这是我一个这个心得那紧接着我另外一个感想就是，那天我们在灵学大师的有提到那3个步骤，我们今天来修行，其实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先慢慢在我们身上产生不一样的改变。那第一个是静心清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我把它归类，什么叫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叫做4件事情，这是我自己我把它整理。第二个就是我们每天真的要跟着班长的脚步每天播放很多影片，那个影片其实很多我都含有很多的教育的意涵。我就像这次的灵学大师，因为要做报告，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研读这个影片。
我跟各位忏悔，包括我之前我还没有真的是修那个灵学大师的时候，我真的都没有好好的用心。我认为它就是影片而已嘛，瞄一下。可是你真的当开始很仔细去阅读，是很仔细的去阅读，然后把它化为自己内心那个养分的时候，哇！你当我确定而后这些东西都变成我再去跟别人分享，去接引别人，叫做跟别人利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这是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影片的，我想班长决定不是就是只是要给外人看其实很多目的也是教育我自己。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的时候，比如说像我来增援之后，差不多我能确定我是自己会发生很多内心的一个原来安定漂泊的心，我定下来以后，我觉得增援这样的妙法非常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就开始很愿意去跟别人分享这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自利利他、自助度人的第三种的其中一个方式。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要补充原谅那个像我今天回到我们的增援的我们中心，就会感觉在家里清理跟静坐是不一样的能量，不一样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读书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读书会跟。或者是每个月有机缘回到增援本部，目的就是其实是要充电帮我们的能量把满满的补齐所以我是认为说，假如我会鼓励而后我接引的同修的使用者，70后就应该做这几件事情。只要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不同一样的新的改变会发生。那我这是我刚刚针对那个班长的影片的心得。那紧接着我们就把时间开放给现场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不晓得您现在你看了这部影片的，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一些新进的师兄师姐分享你的70后的经验有哪些不一样的改变我觉得你的新的见证都会带动很多人的一个信心。因为进入增援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传统的，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但是我这样的简单其实提供一个便利性要方便教法。那我不晓得各位我们的这样的方式会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但实际上我们是很大的意涵。那各位有什么需要在现场有没有想要请举手跟大家做分享的吗？班长和各位师兄师姐们好。我觉得我以前走路都是拖泥带水，这样非常的沉重，好像背上背了一坨很重的东西这样拖着走这样子。那自从我起灵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身心好像轻松的比较多。然后还有我之前信汤师兄之前，你有没有在我身边说我有恐慌，对不对？对，没有恐慌。我起灵以后好像恐慌也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这样子。还有一些就是好像负能量也比较少一些，这是我起灵以后的心得这样子。然后我现在以前我很早就会灵动，可是我从来不静坐。自从进了那个增援的时候，就开始静坐，然后所谓的清理我也开始在清理，就好像就是精神跟心灵上，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安定，没有这么慌。这是我起灵后跟还有进入增援的心得，谢谢。谢谢，我们谢谢红衣师姐的分享。那个当起灵后，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观音老大送给我们第一个礼物，就让你心定下来。我曾经昨天那天我特别讲，我有机缘跟好多人对谈，再怎么样有钱的人好多有钱人，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都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所以各位知道那个心定是多么珍贵的礼物所以如到增援以后，那个观音老大要给我们第一个礼物，但是你没有静心，你没有清理，你再怎么样起灵都是没有结果的嘛，没错嘛我们是不是我 Q 一下那个提升师姐来跟大家，因为女人心比较懂女人对女人比较懂，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洪医师姐这样的恐慌症，那你有什么良药跟药方能提供他做更进一步的治疗？我跟他是相反就是我看天空我是喜欢的，可是我不敢看大海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啦。然后启灵到现在，其实我还没有去验证我现在是不是还是不敢看大海这件事情。那就我的分享是这样子啦，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启灵之后，所得到的礼物跟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那所谓不太一样，指的是我是很久了之后，经过一些生活上的历练，然后才明白一些道理。那些道理叫做什么？就是我的同事啊，会常常跟我说，我们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唯有先把自己定下来，我们才能够知道接下来要带领团队去哪个方向这样子。那其实自己在情绪里的时候啊，是完全耳朵听得到啦，但是心其实是不太理解的，会觉得有啊，我自己已经很定啦，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对方会觉得我不安定这样子？到现在后，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就像是照镜子原理，就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所说出来的，甚至是那个起心动念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作为，其实这个都是自己的内心的反射因子。那这些反射因子就是给了对方其实是不安定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后来，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啦，所以我在练习如何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这个是我在启灵之后，其中的一个收获，这样子。那把自己安定下来之后，其实经过一些事件之后会起一些高傲心，那个高傲心就会在说错话或者下错决定的时候被呈现出来。好，然后在呈现出来之后，我自己有觉察，我就会把它修饰，然后把它修掉。那如果没有觉察，透过静坐，其实在反观自己内心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是我的第二个收获啦，就是透过静心，其实可以得到很多反思自己的这个说法跟做法，是不是可以有在更精进的地方。然后第三个是我最近的学习心得啦，那个学习心得是我在学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主管，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其实不太理解那个称职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后来就是有经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了之后，回过头会发现啊，就是原来是自己在关键时刻下错判断，或者是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没有说到对方所需要的，所以会有下错决定的一个判断。好，那下错判断跟下错决定，那相对的我们就必须得要来面对跟处理这样子。好，然后我到目前为止啦，我的心得是，其实都透过不断的这个累积，刚刚庆超师兄分享的那个四个大重点，到现在我非常认同，就是刚刚的那个启灵后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其实不外乎其实就是每天做到应该做的事啦，然后如何坚持的把很简单的事情把它坚持做下去，然后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去看见自己的状态，然后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这样子。其实最大的目的，修行最大的目的啦，其实我现在的解读是，就是先把自己处理好，然后透过自己把自己的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都可以带往去更正确的方向。那个更正确的方向就是当时最适合的方向这样子。这个是我目前的心得跟分享，就以上。
好，谢谢品珍师姐那么精彩的的心得的见证跟分享哈。然后是不是在全省各地哈的各中心的师兄师姐，台北这边的红衣师姐已经把他的心得，那在各地有没有不同的一个新的见证要跟大家在这边做补充吗？我们请 Kenny 师兄来在新组来帮大家做发言。好 ，Kenny 师兄请。这个各位增援同修师兄姐们，大家好哈。那我想说，刚刚针对于班长在跟受试者上有说明到2个事情是，一个是工作员的部分，还有一个是财务员的部分。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心得跟感想。那加入了增援修行的行列之后啊，那我觉得这2个缘啊，是有着大大不同的转变啊。那我会觉得是说，我自己归略了一下，有4件事情，安住这样4件事情跟心念，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员跟财务员有很大的一个长势啊。一个是善因善缘的果报啊，可能就是各位师兄姐也常说的，你的起心动念，那对我来讲都是持善心、顺心跟顺意，那也就是所谓的十善。第2个就是所谓的积功累德，那福德资粮具足，那不外乎就是常清理跟静心。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各位都能够常常法布施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增进是最快的，这个仰角跟速度是最快的。那第3个来讲的话，在这前面2个部分都有去做的话，那等于是冤亲债主是不来干预，也不来干扰，那你自己的违缘的事情、顺缘的事情就会增加。那第4个就是小我跟高我的协助啊，整个心念力跟善缘的部分都增加的话，我认为是在无论是工作缘上，还有财源上面，这有显著的增加，是这样子的。跟各位分享完毕，谢谢。师兄那么精彩，对工作员还有财务员的一个新的分享，我想，一定是你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所以时时刻刻有那么多的新的见证。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加分享。